李彦宏的那条白腰带，盖过了百度文心发布会所有的光芒。嗨，我是巴尔章，今天我们来聊聊百度文心一言发布和 ChatGPT 4。麻烦看到视频的朋友能给点个一键三连，谢谢各位的支持。那3月16号是一个美好的周四啊，百度文心一言终于发布了。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媒体界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百度参加我们这次文心一言的新闻发布会。最近这几个月啊 ，OpenAI 日行千里 ，GPT 的强大表现让我们感受到了起点临近。那么之前和聊天机器人对话，会觉得那个是人工智障，而现在呢，ChatGPT 已经能够充分理解我们的问题，而且能够回答递进式的追问。由于某种原因，在国内使用 ChatGPT，还有风险啊，所以啊，我相信会有很多朋友异常期待文心一言，毕竟原生中文使用还不受网络限制。那发布会上啊，李总还是挺谦逊的，而且有点紧张。他开头的几句话是给大家降低了一些预期。毕竟啊，今天的这个文心一言，大家的期望值是要对标 ChatGPT 啊，甚至要对标 GPT-4，那么这个门槛还是很高的。虽然李总这么说了，但是我们还是特别想知道百度到底能做到一个什么水准。毕竟百度这些年一直在重点投入人工智能。那么李总也说了，百度在全球大厂中第一个做出来了。文心一言呢是百度公司10年的心血的产物，没有哪家公司能在几个月内生产出这样的产品。可以说呢，全球的大厂当中，百度是第一个发布的。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观看了发布会。发布会前面和后面的视频呢都挺好，视频中提到的那些形容词啊、名词也都挺好。作为国人呢，我发自内心的希望百度能够做好。发布会现场的大屏也很专业啊，李总还是一如既往的帅，洁白的衬衣，笔直的身材，那条白腰带啊，像是和百度文心一言一样释放着光芒。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百度的预训练生成式大语言模型文心一言长什么样。那么产品演示部分啊 ，PPT 中居然用的是视频，而不是现场演示。好吧，视频也行啊，那多来一点视频也行啊，但是很快呢就结束了。那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关于文心一言的几点信息啊。第一，就是文心一言可以回答一些基础问题，也可以进行数理逻辑推算，但是在视频中啊，没有看到文心一言回答追问的能力，而回答追问的能力对于 AI 来说显然更重要。第二，就是可以理解英文，但是对英文的理解没有中文好，所以我们能看出来这个产品主要还是针对于中文用户的。第三啊，就是支持多模态生成，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音频部分呢，还结合了中国特色有方言的能力，包括像四川话、广东话、湖南话。随之后发展智能交通的，应该是那些具有较高人口密度、经济发达、交通需求量大的城市。这要是能根据描述直接生成视频的那些短视频营销号可就有福了。不过李总自己也说了啊，现场演示的都是提前录好的，拿到邀请码的朋友们也别着急啊，生成视频的功能还没开放。好，那第四点就是基于命令生成文案，但是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指令优化文案呢？现在未知。好，第五就是百度认为啊，大模型时代创业者在应用开发方向大有可为，例如这个文字、图像、音视频的生成、数字人、3D 生成等等。第六个啊，百度基本具备大模型的技术能力，但是目前训练还不充分，所以产品还不能那么完美，需要大家给点时间。以上差不多就是发布会的所有内容了，多少还是有点失望吧。发布产品真的没必要讲那么多的理论，我觉得大家还是更想看到实力的展示，对吧？那发布会开完了，对吧？大家散了，回去继续搬砖吧。发布会在哪里开啊？发布会的屏幕有多大？发布会的 PPT 有多好看？真的没那么重要。老话说得好，人若无名，专心练剑就好。这个视频啊，不是想冷嘲热讽什么，我期待它像 OpenAI 一样日行千里。毕竟呢，目前看啊，如果国内百度做不好大模型，那么可能其他公司也就都够呛了。毕竟在国内用不到这个 GPT 牛币甚至之后的 Lambda 的前提下啊，我希望百度能够做好吧，希望我们都能早日使用到文心一言，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文心一言的发布会搞成这个样子，最迷惑的地方是在于百度前期宣传都是怎么想的呢？你说，比如说什么全公司的芯片都拿给 AI 组来用，然后什么其实早就做好了，只不过是要等开会和315过去，最后大张旗鼓拿一个录播来应付。
结果就是喜迎股价跳水10个点，每一步走的都像有内鬼啊！我的意思是啊，活不行可以理解，有代差呢也很正常。但是不要学国内很多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啊，干啥啥不行，嘴硬第一名，非得自称有不逊于 OpenAI 这些公司的积累，直到把自己都给骗了，然后整整齐齐的见光死。连百度这样的上市公司都不懂得预期管理，那结果就是亲者痛，仇者快，散户遭殃。之前有媒体含沙射影的说啊，百度有员工在文心一言发布会前，因为没有信心而抛售股票。当时我还觉得你们这黑的也太不讲究了，那没想到居然是真的。那么说什么都没有用啊，还是能用到最关键。3月16号起正式开放预约，搜索百度智能云进入官网，可以申请加入文心一言云服务测试。我看到最多的留言是最牛逼的是申请只对企业开放，个人根本申请不了。其实专业的事儿嘛，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批判吧。与之相对的，该说不说啊，新版的 ChatGPT 火速发布，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周二为其火爆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发布了 GPT-4 语言模型，这距离 ChatGPT 上线仅过去4个月时间啊。微软副总裁也发文确认，新必应搜索引擎正在运行 GPT-4。那 GPT-4 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仅大幅提高，还具备了更高水平的识图能力。简单总结几个值得关注的点：一 ，GPT-4 是一个多模态模型，也就是说，它现在可以接受图像作为输入，并回答相关的问题。最惊艳的就是演示视频里那个直接在纸上画了一个潦草的示意图，拍了个照，发给 GPT 说，给我按照这个布局写一个网页代码，就写出来了。那相当于你只需要做一个类似的产品经理的角色，把需求提了，草图画一画，直接代码就有了。不行的话，你还可以再提修改意见，改到你满意为止。前提肯定是你知道要怎么改，还是很震撼的啊！我看到群里有朋友说啊 ，AI 革命性的颠覆啊，改变传统工作方式的时代，即使不是已经到来了，也已经非常接近了。那最核心的竞争力和技能，或许不再是编程、计算或者是分析能力，而是和大型语言模型的对话能力。好，第二点啊，能输入的文本更长。GPT-4 现在可以处理超过2.5万个单词的输入，那基本上相当于你把一篇中篇小说直接灌给它。第三点，逻辑能力提升很大。像 GPT 3.5 在模拟律师考试中的排名是倒数的10%，而 GPT-4 的得分变成了正数的前10%，包括其他学科的得分相应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总之就是 GPT-4 比前代进步很大。不过如果你只是随便交流啊，可能看不出太大的区别。但当问题的难度和复杂度上升的时候， GPT-4 的优势就会展现出来。所以最后考验的还是大家提问题的能力啊。虽然 GPT 有时也是会充满自信的胡说八道吧，但是作为一个工具的重要性将越发的不可被忽视。那么好多朋友都评论啊，早晨一起来上网发现 GPT-4 能输入图片了，这一点很多网民最直观的反应就是完了 ，AI 都能看懂梗图了，人类这下真完蛋了。那我给大家放几张图，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啊。最后呢，我还是之前视频的那个观点啊 ，AI 到底能有多厉害，很难预计。但是 AI 迭代的速度是人类无法企及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啊 ，GPT 仅仅上线了几个月就已经这么厉害了，那么是不是未来可期呢？我是二张，欢迎大家给我评论、留言、转发，求扩散。我们有缘再见，拜拜。